今天我们要吃云南菜，云南人应该没有便秘的问题，对吗？你算是在我频道第一个出现的中国嘉宾哎。啊，是吗？我不知道。最怀念的云南菜是什么？我就要说是。早餐吃的不会拉肚子吗？百物以稀为贵的感觉。但这个不是云南菜，催请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lison。现在呢，我人在 Orchard 这边的阿勇里面。今天呢，主题也蛮特别的，就是我要介绍中餐厅，就是中国菜。今天是吃中国菜嘛，理所当然要有一位中国嘉宾。那我们先欢迎一下今天的特别来宾，在新加坡待了大概8年之久，他也是新加坡的美食探店博主。我们欢迎 Lotus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 Alison。Hello。你算是在我频道第一个出现的中国嘉宾哎，这么荣幸。我看你的频道是2年前，对，第一次看到的时候，好荣幸啊！平常也会去吃很多美食，你主要是从小红书开始的吗？我当时是 Instagram 和小红书一起开始，然后都是跟美食有关。你也是很喜欢吃的人。对，曾经有一段时间想要做美食 YouTuber。哦，真的吗？那后来我知道了你，然后因为我看到你，我就觉得，我应该是没有这个水平，然后我就，没有讲。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，也可以去追踪一下小红书，然后还有他的 ins， 然后我会把他的账号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。Lotus 是云南人，今天我们要吃云南菜。今天这一间云南菜馆呢，你觉得算是在新加坡最道地的云南菜吗？其实这间菜馆是我在新加坡知道的唯一一间云南菜。如果大家就是有知道别的，也欢迎在下面评论。这间店的话，我觉得虽然他们说是唯一一间，但是它的出品呀，然后环境呀，各个方面都还是挺不错的，水准之上。对对对，那有3、4间分店。是的，对。是的。那今天我们来到乌节路，阿勇这一间是他最近新开的一间分店，今天就来新店试看看。之前 Lotus 你有跟我讲说，他们家菜啊，有一些是属于比较正宗。但是新加坡人可能没有到这么爱吃，但是有一些是稍微比较不正宗的，新加坡人很爱吃。对，是的。我今天想要吃的是很正宗的那一种，跟着我就找对人了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迫不及待先去今天这一间云南菜馆。OK，Let's go。进来的这一间餐厅叫做云海肴，我其实从来没有吃过这一间餐厅哎，但我知道这间其实蛮有名的，就在新加坡很多分店。是的，它一共好像有4间分店，然后我去过的是 Next 还有 Jewel 的，然后在 Westgate 也有。刚点了他们这个饮料啊，这个也还蛮特别的，好开胃，我已经一口一半杯都没了。对对对，酸角树莓哦。它那个酸角的味道很浓，你吃过酸角吗？没有。酸角它是一种就是干果，然后它是长长的形状，它的颜色是有一点棕色，然后它是酸酸的，就非常的开胃。我们现在点了一整桌菜，然后我们先一道一道开始吃。这个汽锅鸡很神奇，很多人跟我说好吃，但我每次是晚上去，他们家都已经卖完了。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尝到。所以这一道菜是你真的在你的家乡云南是有看到的，是有吃？有，好像是鸡肉放在这里，然后再倒这个酱，就是他们特殊的酱料。我们要不要try一下？我们来吃一下。可是我想先喝一下这个汤。对，我其实也是这样想。刚才店家说这里面没有放一滴水，完全都是蒸汽，它不会很油哎。哇，这个鸡汤好有小时候的味道。多久没回家？3年，因为疫情之后我就没有办法回去。你要再跟你爸妈说嗨。我已经说妈，我在这。这汤超很好喝，对不对？在云南，这个鸡汤都是它这种味，因为它那边很多这种野生走地鸡，所以它很香，我们叫土鸡。它才是真的是像你讲，不会很油，然后蛮清爽的。这个鸡肉就是用筷子一戳就已经碎了。它鸡肉够嫩，你不觉得它鸡肉有那种吸饱这个汤的汤汁的感觉？就是水水润润。这样吃你觉得有正宗吗？它的味道？我觉得有，好像比我在云南吃的更好吃。太夸张了。我们来试一下这个，它拌的这个酱上面有一些豆芽菜，好软，真的是
算是接近鸡胸的部分，然后它也是蛮嫩的，豆芽更好吃，就是在这一道菜里面，可能是豆芽已经浸泡在那个酱汁，然后吸饱了，味道很浓郁，然后它也爆浆。这样子吃起来，其实我会觉得我会比较喜欢这一种感觉。我也是，你也是吗？对，就是这种感觉，这种原味的感觉，最对。原始的鸡汤味。接下来这一道呢，我们要吃的是这个小锅米线。小锅米线是云南省会昆明的一个特色，然后那里的人不仅吃这个当早餐，然后早餐晚，然后早餐可以吃到这样一碗小锅米线、小锅饵块、小锅面条。早餐吃着不会拉肚子吗？这感觉看起来很辣欸，它很有味道，云南人是比较能吃辣的。云南人应该没有便秘的问题，对吗？我现在是讲这个。那我们来赶快吃一下，再不吃的话，这个面就要糊掉了。是辣的，对，它吃起来整个是有点偏咸、偏酸，腌菜的味道有一点点，对，就是有那种腌菜的味道。对，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以早餐来说啊，非常的重口味。这个跟你在云南吃到的有正宗吗？就是有哪里有不一样啊？会有一些不一样，因为它汤整体来说会更加浓郁，比较偏咸。在云南的话，它的清汤会更加清爽一点。但它的这个米线啊，吃起来口感，我觉得还是算是偏 Q 的。它也是有吸饱整锅汤的精华，对，就是每一条米线都有那个香味。下一道，催请的。哦，谢谢你们。哦，谢谢，谢谢，好。刚刚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人非常好，特别点了这个，然后请Alison 的粉丝，这也太好了，我是来沾光的，好感动哦。吃一下观众朋友招待的荔枝虾球，好看。太美了。里面你需要整个虾肉，整只虾本身然后它外皮又炸得很酥脆，对，凤梨虾看起来很漂亮，它真的很像荔枝，真的。对，但这个不是云南菜。好，接下来这一道呢叫做蒜香铁板豆腐，爆浆豆腐，不会分量很大，两个人吃呢是刚刚好。你也是狂推对不对？最怀念的云南菜是什么？我就要说是包浆豆腐，它的包浆是真的就是包住浆，外面是软软的，里面你一咬开它会爆浆。可能因为冷了的原因没有爆浆，我吃到的也是没有爆浆，它其实就是很中式豆腐的味道。对，可是我觉得它的味道吃起来会有一点点新加坡，好像有 chili patty， 对吧？你看这里有一点 chili patty，有点三巴，这个加三巴有海鲜酱哦，难怪这个应该新加坡人会非常喜欢，完全是他们口味的菜。现在这一道呢叫做干椒野生牛肝菌，点菜的时候，然后他也是突然尖叫，你要点。云南有很多的野生菌，它是以盛产野生菌而闻名的。然后这个是属于比较有名，然后味道很好，然后毒性很小。野生菌是会就是会蘑菇中毒的。那我们来吃一下，不错耶。这道菜其实不便宜，多少？28块8，但是在云南也不便宜，因为它是野生的，每年只有一个季节才有。哪一季？7、8月下雨的时候，这个真的很好吃，真的是算有点来物以稀为贵的感觉。它的味道是正宗的，我觉得是，就是干椒炒牛肝菌是很正宗。它这个蒜片这个味道让我想到我爸爸炒的。你觉得这个菜还可以下酒？不要啊，等晚一点再喝，现在才中午，味道会稍微偏咸一点点，没有错。所以真的是要配饭的话会刚刚好。现在接下来这一道呢叫做傣味香茅草烤鱼。什么是傣味啊？傣是一个少数民族哦，对，他们的口味有一点泰式。它是在云南最南边叫西双版纳的地方。云南的傣味，他们一般都是有专门的餐厅，然后这道菜是基本上每一个傣味餐厅都有的，都会有的。好，来吃一下。这边好新加坡，这边就是有那个酸干啊，然后木薯芽啊这样子，特别的香料哦。哇，这个味道我生平第一次吃到它的香料是那种
它开始会有点温温的，然后后面它开始释放出来，然后它其实会有一点好像焦焦的那个感觉。这道鱼跟我之前吃到的一些中餐厅的烤鱼或者是香料鱼，其实真的完全不一样。对，很特别哈，很特别耶。我吃到它的时候，我觉得很熟悉，我可能哇，有点难以接受，不是难以接受，是我还在震撼当中。其实这道菜是我来云海肴我每次必点的哦，真的，我很喜欢吃这个烤鱼，因为它这个香料味我很喜欢。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真的有很到地，只有云南人每次都来点。我记得我当时第一次吃这道菜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吃完了一整条，那很熟悉的味道，就是家的味道了。对，所以他就觉得吃得很幸福。接下来这一道呢叫做黑山剁，它名字好特别哦，这3个字放在一起，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青椒、红椒和这个大头菜剁起来炒肉，所以叫黑山剁，这个感觉就是非常的下饭了。所以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白饭。对，这个是一个家常菜，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叫红三剁。那个红三剁呢，就是这个黑色的这个东西换成番茄。我其实更喜欢那个，因为这个会比较咸，小孩子吃起来会觉得有点重口，但是那个就水水的，很下饭。我先吃一粒这个大头菜试看看。它就像那种腌菜，可以感觉到是那种小朋友不会喜欢的味道，然后爸妈会逼小朋友吃的那一种菜，大人的菜啦。如果你今天要做小孩版的话，我觉得他们可能可以出一下你讲的那个红三剁。这个东西我真的是长大了之后才能接受。你说就因为那个大头菜吗？对，我感觉这个菜只要用1/3就可以下完2碗饭。所以如果你今天是 low budget 来这边吃饭的话，你就点这个，然后加白饭就够了。对，我平常是很喜欢吃川菜，所以云南菜跟川菜比的话，两个重口味的程度是一样的吗？就是他们会有一些很像的地方。中国有云贵川，他们是西南3省。我感觉啊，四川那边是麻辣，对，然后贵州那边是酸辣，然后云南这边是咸辣。哦，是吗？我不错。讲到今天的关键字就是咸辣，因为我觉得我今天菜全部吃起来就是一个咸辣感。你会习惯吃这个吗？这个我很喜欢，但我蛮想试试看你讲的那个红三剁啊。有吃过的人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。现在最后一道菜，前面吃完了大鱼大肉，我们现在来吃一点清爽的蔬菜。那今天的蔬菜呢也是非常的特别，它叫做瓜尖。瓜尖，对，我从来没有听过瓜尖，它是某一种瓜的尖。好像有讲跟没讲一样，就是好像那个瓜藤的感觉。瓜尖如果它长得比较成熟一点，它下面还会吊着一个小瓜，就是你炒出来的下面还会有一个小瓜。这样吃的吗？对，好特别，我第一次吃瓜尖，我好期待你的反应。它已经冷透了。口感很好它是脆口的口感。这个它会有很多那种细细的一根一根的嘛。你有吃到瓜味吗？没有，是瓜味，丝瓜的味道。它其实冷掉了也很好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道蔬菜啦。从来没有看过，台湾好像也没有看过，我从来没有听过瓜尖，然后它吃起来跟丝瓜又完全是不同的东西，就是蒜蓉炒蔬菜，但是它的口感我觉得不太一样。这个也是云南会常常出现的吗？对，就是小时候那种特别家常的菜，可能像这边的空心菜、帝王苗这样子。除了云南的其他省份，我很少看到。云南其他省都很少看到。对，我比较少看到。我可能下次来，我还会想要再尝试一下它的热的版本。对。他们家这道菜有3种口味，就是有蒜蓉、清炒，还有桑巴。所以你今天如果是硬要吃新加坡 style 的话，也是可以点一个桑巴口味来试看看，应该也蛮特别的因为是瓜尖的口感，下一次也会想要试看看。我们现在终于吃完所有的东西，我发现我今天点了非常多道菜，而且今天是我们2个人吃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可以看得出我们真的是大胃王。今天吃下来，我觉得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，因为我本身是第一次吃这种正宗的云南菜，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的，真的是鲜香，每一道菜几乎都是有一个那种鲜香感在，感觉出来真的是很正宗啦，我还蛮喜欢的。你觉得哪一道是你觉得最正宗的啊？我现在就是脑子里面全部都是那个牛肝菌的味道。它真的非常的很好吃，包括质感、口味，然后它的做法都很地道。牛肝菌本身我也是怀念了很久，就是非常有家乡味，对，很难找到。好吃程度来讲呢，你会最推荐观众可以试什么？
我觉得汽锅鸡应该是，就是老少皆宜，大家都会很喜欢。以我个人来说的话，我每次来都会点那个烤鱼，但是我就不做推荐了，因为它好像不是很多人都很喜欢。因为我刚才吃，我也突然觉得，好像有点吃不习惯，那个味道有点来太冲击，对，太特别了。作为台湾人的口味，你觉得你最喜欢哪一道？我最喜欢的是汽锅鸡，而且我最喜欢喝的是它原味，就是没有沾那个酱料啊，我也是，对，就是单纯喝它，喝鸡汤，然后吃鸡肉。它的鸡肉啊，本身也是炖得非常的嫩，所以这一道菜我觉得是强力推荐。你真的来这边的话，一定要点。牛肝菌也是不错，就是很下饭。然后还有另外一道就是那个黑三朵，而且因为我是大人了，所以我 OK。但是小孩子的话就看个人。想问一下，如果说满分是10分的话，这间店的菜色你大概会给多少？我觉得他们家就是今天我们吃的属于比较的正宗的那一部分，然后其他的我没有就是try过所有，但是以今天的来说，我敢给到8分，算是还真的还不错。对，OK，我大概会给个8到8.5左右。哇，那你这个更高了。差不多这个 range， 就我觉得是很好吃的。虽然说不是这么的便宜啦，但是你偶尔吃一次，我觉得还是值得。如果你还有推荐其他你觉得在新加坡也是好吃的云南菜的话，或者是其他菜系的话，也欢迎推荐给我们。那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支影片的话，不要忘了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对，好，那下礼拜见，拜拜，拜拜。